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 AMD 锐人7 8845HS 标压移动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GMK 即墨克 K8。银色的 K8 外形类似以前畅销的 K6， 内置的 CPU 更换为最新的锐人7 8845HS。对比 8845HS 和 K6 的 7840HS， 发现两颗 CPU 的核心数、频率、缓存、功耗，还有我们最关心的 780M 核显完全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 AMD 强调的 AI 引擎的算力从10 TOPS 升级到16 TOPS。 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颗 CPU 呢？ GMK 即墨克 K8 装置 AMD 锐人7 8845HS 8核16线程的标压移动 CPU， 内置 Radeon 780M 核显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 NVMe 接口，3屏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 打开来看一下，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 HDMI 线缆、开盖的壳片、显示器背架和螺丝刀、说明书。这单槽小电源19伏 6.32 安，一共120瓦的功率。拿起小主机，银白色的塑料机身不重。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口、USB 4接口、双 USB 3.2A 口。后面板 USB 2.0 接口、USB 3.2A 口、DP 1.4 接口、HDMI 2.0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19伏电源接口。后部、两侧、底部都有进出风道。打开快拆式顶盖，可以看到里面有后部的系统散热风扇，用来给内存和 NVMe 散热。我们卸下4个角的螺丝，撬开盖板。我们来看看内部都有哪些接口。双 DDR5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5600兆赫兹，双 PCIe 4.0 NVMe 接口，可以接高速的 NVMe SSD。SSD 下面是无线网卡。BIOS 里有预设的性能模式，平衡模式是54瓦，性能模式是65瓦。我们两种都会测试一下。我们设置显存，它最高能 16G， 我选择了 8G。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54瓦，整机功耗跑在80瓦， CPU 频率运行在 4.1 GHz， 随后一直保持。在单考的40分钟内， K8 CPU 功耗保持在54瓦，室温21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80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8度。我们首先使用即墨克 K8 主机的锐人7 8845HS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0分04秒，共计604秒。目前排在所有小主机的第2名，超过了所有 7840HS 小主机，非常不错的成绩。CPU-Z 多线程 6958.7， 单线程 688.7， 多核性能比 K6 的 7840HS 稍强。Geekbench 5多核 11985， 单核 1993， 比自家的 K6 和 K4 都强。Geekbench 6多核 13162， 单核2659，仍然是比 K6 和 K4 强。Cinebench 223多核 16590， 单核1810，多核性能超过了 K6 7840HS 和 K4 7940HS。Passmark 多线程 31877， 单线程 3984，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 K6 和 K4。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K8 8845HS 54瓦的性能发挥比 K6 和 K4 都强。
仅仅比62瓦性能释放的 K6 差一点点。接下来我们设置性能模式，看看 K8 的表现。仍然是 IW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60瓦，等级功耗跑在了89瓦， CPU 频率运行在了 4.2 GHz， 随后一直保持。在单烤的40分钟内， K8 CPU 功耗保持在60瓦，室温21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85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47度。我们也测试了60瓦功耗释放下的 CPU 性能， CPU-Z 多线程 7211.2， 单线程 686.1， 多线程性能相比54瓦的性能释放时有了 3% 的提升，不过它超过了所有 7840HS 多线程性能。Geekbench 5多核 12326， 单核 1991， 多核性能比54瓦性能释放时提升不到 3%， 不过它超越了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包括 7940HS， 登顶 780M 核显第一名。Geekbench 6多核 13336， 单核 2684， 也是不到 3%， 但仍然登顶了所有 780M 核显小主机的第一名。Cinebench 223多核 17135， 单核 1807， 多核性能相比54瓦释放时提升超过了 3%， 超过了所有的 7840HS 小主机。Passmark 多线程 32580， 单线程 3984， 多线程成绩相比54瓦时提升了 2%， 超过了我们测试过的所有迷你电脑，登顶所有小主机 Passmark 成绩的第一名。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8845HS 60瓦的性能发挥，相比54瓦的性能释放有 2% 到 3% 的提高，但客观来看，它此时的成绩超越了我们测试过的所有 780M 核显的小主机，排在了所有迷你电脑数1数2的位置。接着看这时的娱乐大师总分 1645133， CPU 得分 976,924。 我们还给这台 8845HS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958,705， XX20 38091， Coremark 506,435。 在 Coremark 成绩上，它排在了所有迷你电脑成绩的第2名。接着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80多接近90帧，复杂场景70多到80帧。荒野大镖客2 1080p 低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49帧。英雄联盟 4K 中画质，最后大团战9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接近60帧。星穹铁道 1080p 非常高画质，跑起来60帧，战斗接近60帧。这就是 780M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游戏测试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室温22度的时候， CPU 最高温度 78.4 度， SSD 最高温度56度。我们也看一下 3DMark 的测试数据， TimeSpy 2871， FireStreak 8407， 稳定度 99.3%。 把 3D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TimeSpy 2871分，略低于 7840HS 的得分， FireStreak 8407分，比较正常。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位 USB-C-R 444的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满足 HDMI 2.0 的标准。USB 4和 DP 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10比特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USB 4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
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60赫兹的8位 YCbCr 444的非压缩信号 ，USB 4接口连接选配的极摩克 G330 AR 眼镜，小主机能够输出 1080p 8位 2GB 的非压缩信号。Radeon 780M 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1 视频 ，YouTuber 8K 60帧 AV1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7000兆比，达到了 PCIe 4.0 X4 的最好水平。USB 4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比，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WiFi 测试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跑上了700兆 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水平。航协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极摩克 K8 装置了8号16线程的 8845HS CPU， 54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最高功耗没有超过83瓦，待机最高功耗 8.7 瓦，60瓦的性能释放，整机最高功耗没有超过95瓦，待机最高功耗 9.6 瓦。如果要取得 CPU 最高不到 4% 的性能提升，整机功耗增加了10多瓦，这就是要付出的代价。不过这代价让极摩克 K8 登顶了 AMD 迷你电脑性能排行榜。按上面这两个结果，120瓦单槽 PD 小电源可以搞定。室温22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 37.1 度， SSD 待机温度 38度。这台小主机60瓦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57分贝左右，社会在耳边是接近47分贝。极摩克 K8 迷你电脑装置了8核16线程的 8845HS CPU， 可以设置静音、平衡、性能3种模式，分别对应45瓦、54瓦、60瓦的性能释放。54瓦性能释放 CPU 表现就很不错了，超过了自家的 K6 和 K4。 60瓦的性能释放下，超越了所有的 780M 核显的表现，也就是说 8845HS 的性能刚好超过了其他 7840HS、7940HS 的性能一点点，登顶了 AMD 移动 CPU 性能排行榜，特别是 Passmark 性能超过了其他的所有迷你电脑，登顶整个迷你电脑排行榜的第1名，非常非常强大。这台机器就是极摩克 K6 的升级迭代版。如果要挑毛病，还是 HDMI 2.0 接口，早点改为 HDMI 2.1 接口吧。总结一下，这是一台目前最强的 780M 核显小主机， 8845HS CPU 的性能强悍，不过也就是稍稍超越了那么一点点。散热非常优秀，60瓦下烤机 CPU 最高温度才85度， USB 4也能接入 PD 电源，接口兼容性也算是很不错的。这是新年里我们测试的第一台 8845HS CPU 的小主机，对于很多还没有购买 780M 核显的小主机的朋友， 8845HS 的到来也提供了新的购买选择。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